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维克托这位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啊，还有他的一个中路对线情况。维克托在这个最后的一个小版本加强了大招啊，其实前期的话一定是没有加强的，但中后期加强了，就他有大招和没大招，简直就是两个英雄。现在就是我感觉。我们看一下他这局怎么去发育到后期。打吸血鬼那前期没什么对线可言嘛。但说实话，你说想压吸血鬼，维克托没那么容易压，杀不掉对方就属于是。其实吸血鬼也没那么担心那个维克托的那个，不用担心他那个维克托的伤害。一技能好了。现在维克托的话，怎么说呢？这里打一个，因为有电刑嘛，所以他那个爆发伤害是有的。但你说要爆发到那种瞬间秒对方，让对方吃不到线或者难受的话，不能像那个谁啊，发条啊这些一些强势一点的，前期还能强势一些，到后期也蛮厉害的那种。不一样啊！这里潘森直接绕到后点来，这里交闪现躲掉对方的 Q 啊，就没有太多的后续了。双招是全交了的，豹女后续赶来，对方想打，还想接着打，那这里扑过来，对方有血池又躲掉了。总体来说就是有来有回，还行，符合我对他这局前期的一个判断啊。拉到了。差一丝血，这种纯运气。你可以看到他3级的时候不要去给他加 W，4级的时候才加 W， 因为3级的话主要是清线为主， W 的话给造成不太多的伤害。其实W 是没有伤害，只有控制，而且这个控制对面很容易躲掉，除非是那种就摆在他面前，你要么追我是吧，要么绕开。但对方闪现，比如你残血，直接就交闪现了，没有太多这种可能。可以看到，他1级的话是学 Q， 但后续的话是主 E 技能，主依附 Q 的一个玩法，应该是。这里套伤害还是挺爽的，因为带的有这个有护盾的时候，能增加更多的伤害啊。他这个三红的一个。为什么维克托可以选择带3红呢？就因为他手长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他可以去规避掉很多伤害，他利用这个手长的方式。但有个点哈，你要想玩好维克托，一定要练好这个 E 技能的释放，或者说你如果灵敏度太高，你就一定要学会把他那个灵敏度调低。这种东西不用我教吧？就大家都是要学会的。这里后续的话被塔打死了啊，辅助的人头问题不大。这波烂过头了，属于是应该直接走了。其实就是有点贪了，大招完全都可以不用放，因为大招不放的话，在中路的话还是可以压制一下，因为这里进化了 E 技能。进化就是就是进化以后的 QE 技能啊，就挺伤害挺高的，都能打2段伤害嘛，清线啊，或者说支援啊或者什么的，对方想过来吃，但他交血池这样吃啊，甚至交大招，不给对面吸那一口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他吸到对方英雄的话，红怒 Q 吸到对方英雄的话还是蛮高伤害的。对方直接把对面闪现给逼出来了。好，开始控线了，就强化 E 以后那个伤害啊，就开始来到一个可观的一个。但你如果说跟那个赛季初比又不太行，
这局说实话舒服就舒服在哪一个点呢？因为他对线的是吸血鬼，这里直接扛塔过来给大招吗？哎，晕到2个人头，哎，豹女吃了一个，问题不大。不比我差点扛塔扛死，我感觉。这里的话，赶紧得回去啊，守中路卡，不然给他吃太多塔皮，吸血鬼发育起来的话，维克托不太好限制的。所以一定要在自己强化 E 以后，去更多的压制对方，压制对方生存空间。这里 Q 接平 A 打在那个炮车身上，然后再用 E 直接把一整套兵线给收掉。这里不给他吃 Q， 然后 A 塔，不要去 A 他，没必要去 A 他。对方没交血池的，所以没必要跟他打到底就行了。他下一波兵线有血池。啊，风女过来帮忙吃这个兵线就有点难受了。就你像他没有交血池，你就千万不要交那个大招什么的。B 的话靠过来了，两边都不打吗？打野的话是在龙坑小龙这边的。回家，这样两边都不打，那是有时间回家就赶紧回家，然后把这个法穿给做出来。这条龙估计大概率打野是不想控的，但先想打人，但没有后续啊！吸血鬼还杀了个大人头，哦，不是大人头，打野有点。打野不去抢龙的话，其实只能回家了，没办法。对方跳上来，直接有大招的后续，啊，潘森一个 Q， 超长 Q， 哎，没有机会收割。派克卡莎，我看错人了，我以为派克呢。卡莎的话打了2个，派克后续斩吃掉了一个，可以。但他好像不是大招斩死的，大招已经没有斩死这个谁。这里的话想把中塔拔了，但潘森直接大招支援过来。啊，还是选择放先锋啊！赶紧把中一塔给推了。中塔推了的话，豹女她刷野速度很快的，所以可以去入侵对方野区，把对面蓝给偷了。因为维克托的话是多打多段伤害嘛，像那个。强化攻击又被削了，所以现在带连破的话还是蛮舒服的。哦，这里给了个立场，给对面射手一个舒服的走位空间。哎，打断，甚至大招，哎呀，对方交闪了。后续用 E 技能去拉扯，秒掉一个，但大招又消失了。不然有大招的话，后续还是挺猛的。E 技能，哎，没放，秒掉周纳尔，可以。
就泽利的话，派克收掉了。为什么这里面这位没有去带僵尸守卫？看个人喜好。说实话，有一些人觉得啊，我不想去排演，更多的是想要去游走啊，或者说什么的。因为排演其实会拖节奏的，还有时候，因为它不像射手，比如说到辅助，说错了是辅助啊，它 A 一下就可以，前期的话 A 一下就可以掉2个，甚至有可能对方打这个中单不带眼的，就带扫描出门的也有。你就会很难受的。上来打一套立场大招，直接这教的这么随意的嘛？攀升过来，后续的话这边2个人，波比的话姗姗来迟，纳尔没有变大，纳尔。不怎么控温呢，我发现这个。吸血鬼的话目标很明确啊，就是想杀这个维克多，知道是个高手。A 出来了，波比的话没推到墙，这反倒是把人头给送出去了。哇，两边的标。爆你的标跟攀升的标，攀升标不行的，还是得看爆你的标猛一些。血量很低，小心对面吸血鬼做个突进，往后拉就好了。纳尔没变大，其实威胁没那么大，在团战里面。这条龙的话不能给那边吃，因为有赏金的。吃完以后，吸血鬼得到一个发育，其实这边就很麻烦的。这里找到机会，先秒掉对面的那个泽利2技能，然后在脚下放个立场，但后续没有后续了。这就可以看到，如果一旦让吸血鬼发育起来的话，其实维克托是不好限制这个吸血鬼的。而且第一时间不能把伤害打出去，因为第一段伤害打出去越早而且打中身上的话，然后你后续这把 CD 好了以后，你第2段就来得更快。就是那句话嘛，越早交技能CD 越快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对面吸血鬼的话，大概率都是盯着这个绝喉哥打。队友没出重伤啊，他也没出。其实还好，维克托出重伤又没太多必要啊，因为他伤害是够的，只不过会被这面针对，就是比较麻烦。啊，他带了僵尸守卫的，我靠！他为什么不带扫描呢？我有点想不明白。反正我是带那个，如果说你带那个什么，你肯定是带扫描啊！我天，两边都有人，强行得扛着那个纳尔，还好那纳尔没什么输出能力。我操，10滴血差点被抢了，吓死了！那个真空期，震惊！绝活哥也被吓了一跳，我操，10滴血，然后谁都在那里真空，简直就是捏把汗了。这个打野心真大是吧？那队友这么团，不回家补状态，这样子推的话，其实推不过去的呀。而且不边带，后续的话换人头了。
一技能 Q 了以后再 A， 不要太着急，因为他有盾了。一技能清线，然后给对面消耗就行了。对，没勾到。如果勾到的话，这个风女这样子浪的话，其实有可能要死的。啊，又勾不到。他其实勾个情侣都收掉了呀。勾到情侣的话，其实后续的话，绝后哥绝对是放大招的。但没有控制，后续没控制的话没办法。这里大招一套秒掉对面泽力，伤害好高哦。这个大招伤害后续的话但没有续上人头，我感觉续上人头以后，这个大招伤害有点离谱，普到没边了。这把对面的吸血鬼其实是已经起来了，已经14级了。还好他的队友不是很强，第一时间能处理掉对面的泽力。如果泽力能游起来，有发育的话，其实这局就不好打。像维克托这种，他这套出装和符文的话，很容易被秒，但就没必要去做重伤了，因为他一套是完全可以秒人的。对面哪有什么吸血可能？没有吸血那个可能性啊！而且队友的话，射手是100%是做重伤的。这里后续。这个大招还是挺猛啊！就击杀完人以后，他会充能，然后持续时间会更长，然后大招范围会更大。看看能不能推掉这座塔吧。水晶看看能不能推，好像不太行，泽力伤害有点高哦。那这样的话，只能打大龙。伤害还是很爆炸的，给个立场，躲一下大龙的伤害。这点血量其实啊，波比又上去了，太离谱了！这中单都已经没血量了，肯定不可能跟他们打团的呀。没想到直接去找人。一套，我天，这伤害有点离谱了呀！加强以后这么爆吗？也不能这么说，只能说前期对线的太舒服了，因为是吸血鬼。但说实话，伤害好高哦，而且大招伤害可以看到，是不一样。找到人了，转角遇到爱。把双龙会这种的话应该是可以一波了。双龙会对面已经没得打了，只要往中路一站，来了一个。这跳大应该是想跳上岸上嘛，还直接飞下来，那就送没了。好。这一局的话，这一期的话就到这了，欢迎大家的收看了，拜拜。